各位亲爱的同学，这一章我们介绍蛋白质的酶出降解和氨基酸的分解与转化。蛋白质作为生物体内最重要的功能分子之一，体内的蛋白质不断地进行分解代谢和合成代谢，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本次课程主要讲解蛋白质的降解过程。蛋白质的降解过程就是在蛋白酶的作用下打开肽键，最终生成游离的氨基酸或者小肽的过程。我们将从以下3个方面介绍蛋白质的降解过程，主要包括蛋白水解酶、蛋白水解酶的分类、食物中蛋白质的降解。首先，生物体内蛋白质的降解主要是由蛋白水解酶催化完成的。蛋白水解酶可以按照其作用特点分为肽链内切酶和肽链外切酶。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肽链内切酶专一性作用于多肽链内部的肽键，而肽链外切酶中的胺肽酶专一性水解多肽链氨基端的肽键，缩肽酶专一性水解多肽链羧基端的肽键。表格中向我们展示了几种常见的蛋白水解酶及其作用专一性的作用位点，比如胰蛋白酶专一水解精氨酸、赖氨酸2种碱性氨基酸残基的羧基端肽键，而胰凝乳蛋白酶则专一水解3种含有芳香环的氨基酸残基的羧基端肽键。这里请大家结合我们在酶学一章介绍过的酶的专一性分类，比如前2种酶就属于相对专一性中的基团专一性的酶。图片中向我们展示了 TEV 蛋白酶，其中黑色的基团为酶的底物蛋白，红色的基团为酶的催化基团，水解蛋白质底物中的肽键。蛋白酶按照其活性部位的结构特征可以分为4类，分别为丝氨酸蛋白酶类、半胱氨酸蛋白酶类、天冬氨酸蛋白酶类、金属蛋白酶类。丝氨酸蛋白酶类中的以凝乳蛋白酶为例，酶的活性部位含有丝氨酸残基，受到2丙基茯苓酸 DIFP 的强烈抑制。我们在酶的抑制剂部分讲过，此种类型的抑制剂属于不可逆抑制的类型。其他的3种蛋白酶如碘乙酸对羟基汞苯甲酸抑制半胱氨酸蛋白酶活力，天冬氨酸蛋白酶受到伊肽素 pepstatin 的抑制，而金属离子螯合剂则抑制金属蛋白酶类。了解了蛋白水解酶之后，我们以食物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为例，介绍蛋白质降解的过程。以高等哺乳动物为例，食物蛋白质的消化是从胃开始的，胃腺所分泌的胃蛋白酶原激活之后，在酸性的条件下主要水解色氨酸、苯丙氨酸等氨基酸残基的氨基端肽键，生成多肽和少量游离的氨基酸。随后在小肠中包括有胰腺分泌的大量蛋白酶以及小肠分泌的肠激酶、胺肽酶、二肽酶等的综合作用，最终将蛋白质彻底的水解消化。蛋白质在蛋白酶的作用下水解为游离的氨基酸之后，进一步的分解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将在下一次课程中继续介绍。谢谢大家。